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上一期墓园的视频，说实话，说书的味道比较重，不仅是大家觉得有点死气沉沉，有种照着书念的感觉，我自己在录视频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不自在。英雄无敌的视频做了那么多了啊，上一期的墓园视频录完，我都没有收获到任何快乐的感觉。所以说这期我特地选择了地狱。地狱表示你讲别的不好吗？你非得拿我开刀吗？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还是要说一句啊，由于我的这个游戏理解比较浅，所以说难免会有一些错误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指正。3代和5代的地狱有2个共同点，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开荒都非常的差，然后第2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兵种都普遍的很脆。5代里面地狱的种族天赋是生物传送门，这个技能说实话是非常强的，但是呢它有一个小缺憾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学习最终技能的话，它不是及时生效的。别的不说，它是肯定的影响游戏体验，但是咱不管怎么说，3代和5代的地狱最起码人家的城镇还是比较有特色的。如果说3代的地狱你开荒的时候好歹还有一个远程的哥哥，那么到了5代它一个也没了。是的，5代里面地狱的前3级兵全是近战。众所周知，地狱是一个破坏力很强的种族，它的主要魔法是破坏和暗黑。魔法构造方面，最起码比3代那个没出现东西瓦纳费要好得多。看到这个兵种了吗？看到它的属性了吗？它其实就是3代的小怪物。这个兵种除了主动性快一点之外，可谓是没有任何优点。它的魔法破坏技能在5代里面获得了巨大的加强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个问题，你开荒没有用啊。它有2项升级，第一种升级是魔童，升了级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出魔童确实是非常努力了，不仅伤害提高了，人家的生命值也多了一点。并且升了级之后，他的魔法窃取变成了盗取魔法。理想状态之下，只要魔童的数量足够多，对付那种大老粗型的战士英雄，一下就能全部偷光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它既没有像农民地精那样超高的产量，也没有像骷髅勇士潜行者那样的超高战斗力。换成寄生魔之后，它的属性又高了一点，由之前的魔力盗取现在变成了魔法虹吸。这个技能好就好在它可以持续释放，而且还可以传递给己方生物。从战略上来讲，这是地狱城的一步大棋，但是从开荒和战术上，它就完全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了。关于5代的地狱，咱们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把3代2级兵哥哥换成强哥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呢？这位长角恶魔同志，他甚至还不如强哥。由于表皮坚实不易穿透，因此能够抵抗大量来自于敌人的攻击，然而生命值只有13点。上一期视频关于激怒的讲解讲错了，分出去一个确实可以激怒，但是呢这个效果确实是比较小。第一次在玩5代的时候看见长角恶魔，觉得这个东西这么霸气啊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升了级之后，它的主动性到了8点，并且获得了一个自爆的技能，就是轮到角魔行动的时候，它可以对周围的所有单位造成伤害，这是一个主动技能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高贵的 AOE， 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让角魔身边有敌人呢？这个兵种仇恨值很低，所以说敌方的部队不会主动攻击它，但是吧，问题不大，咱们可以手动的让角魔督军上去贴一下，然后你贴上去之后，敌方的部队又走了，咱们再贴，以此恶性循环。不过好在角魔除了督军之外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升级，这种升级我们一般叫它跳跳。它可以长距离跳跃，跳得越远增加的伤害越高，同时呢会承受双倍的反击伤害。但是它的属性大家也看到了，它看上去很肉，实际上很脆。这个跳跃的技能尽管从理论上来讲它风险比较大，但是你实际用起来的话，您还真别说，反正它的定位和3代的强哥差不多，死了根本不心疼。所以说冲进去即使是被围殴，也可以降低你主要兵种的损失，与其烂在家里，你还不如带出去。不吹不黑啊，这个升级设计的还是比较成功的。3级兵地狱犬，我当时第一次玩看见这个地狱犬的时候，它怎么感觉有点营养不良呢？没有升级之前生命值只有15点，而且近似于一个白板。
3代的地狱犬虽然产量不行，但最起码战斗力还过得去。5代这个，如果你前期买出来开荒的话，你不升级真的是没法用。升了级之后就和3代的那个差不多了，它不受反击，而且攻击最多3个敌人，但是依然是个小脆皮，生命值也只有15点。之前我玩3代，我就比较信奉活着才有输出的理论。不过地狱3头犬也不全是缺点，它的速度是8点，还是比较快的。做这期视频之前，我又心血来潮的玩了一遍地狱，然后玩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就退出了游戏，重新开了一局。地狱这个派系，高情商就是它比较考验你的技术，低情商就是妈的真的没出息，没出些东西，万难废。它的另一种升级是炎吸地狱犬，它的3头同时还可以喷出龙息，虽然降低了一点杀伤，但是打击范围是真的很广。如果说玩3代只要火怪发动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话，5代的开荒则就比较依赖于魅魔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兵种，反正我在玩低难度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出来我是压根儿不敢打高级怪。雪中送炭呀，真的是雪中送炭。它除了可以远程攻击之外，它还有一个远程反击的技能。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它依然是个小脆皮，一个4级兵只有20点生命值。这里咱就不得不佩服一下5代的美术了，这个魅魔一看就是非常的是吧？还有2种截然不同的升级，第一种是宠技，身上着火，而且肤色变成了深红色，一看就是很有欲望呀。这个兵种在升级之后，不仅提升了10点生命值，还多了一个连环射击的技能，就是它的攻击可以造成弹射。由于2代的马格他扔的火球有点过于六亲不认，所以说5代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他终于不会再误伤友方恶魔了。这个兵种真正做到了远程兵根本没有打他的欲望，因为他的远程反击也可以触发连环射击。它的第2个升级就取消了连环射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魅惑的技能，作用类似于3代的蛊惑人心，一看就是个老牛头人了。魅妖和被控制的目标战斗力相差越大，它的持续时间就越长。如果魅妖比对方强4倍，就是控制4个回合。无论是战棋类游戏还是卡牌游戏，能把对方的部队给控制过来，远远比消灭它更加的宝贵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，升了级主动性还降了一点。虽然说地狱的前3级兵都是万能废，但是5代地狱的4、5级兵还是不错的，这就和3代的诸神组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个人是比较喜欢地狱战马这个兵种的，并且它在没有升级的时候就有16点的主动性，他们的攻击有一定概率造成恐吓，敌人失去反抗能力，然后转身逃跑。虽然说它生命值有50点，和肉绝对搭不上边，但是呢，最起码也是不脆了。这时候盛唐的和尚表示，我升了级生命值有80，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骑士的预备役吗？它的第一种升级是梦魇兽。地狱城的兵种第一个升级都是浑身着着火焰，看上去非常的霸气。主动性高虽然是好事，但是这也要配合它的速度。你像某一个主动性15，移动速度只有3点的，用起来它就有点别扭。升了级之后多了一个恐怖气息的技能，相邻的敌方单位士气减3。尽管梦魇兽长得非常霸气，但是我还是一般升级第2个。它的第2个升级不仅极高的提升了生命值，而且还多了一个地狱气息的技能，就是轮到噩梦兽行动之后，附近1个格之内的所有生物都会受到火系伤害，并且这个伤害还不低，它是噩梦兽数量乘10。这就让我想起了据点城的某个毒液飞龙，它的毒素伤害好像才只有5倍。可以说东方部落里面地狱的加强巨大，它新增的兵种战斗力都不错。如果要问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，那毫无疑问就是咱的邪神同志。5代的邪神他还兼职法师职业，没有升级之前他可以释放连珠火球和破甲弱化，但是魔法值非常的少，并且主动性也是只有8点。你说你主动性低一点也就算了，你的移动速度还有4点。人家老树虽然主动性只有7点，但是人家走的还是相对较快。地狱城的兵种也是非常的奇葩，快的快死，慢的慢死。基本上梦魇兽动2次，咱们的深渊恶魔才有1次宝贵的行动机会。它的第一种升级是深渊领主，升了级之后还多出来了一个流星火雨的技能。但是5代的这个兵种施法公式比较奇葩，经常就会导致数量起来了之后，你释放法术伤害还不如平 A。在之前只有深渊领主这一个升级形态的时候，地狱的日子更不好过。还有一个斩首剑的技能，就是攻击的时候可以多杀死一个敌人，你可以理解为必定触发，而且只会触发1次的死神之眼。
深渊领主在刚买出来的时候，数量个位数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但是一旦成了规模，或者说你也可以不成规模，直接升级另一种形态，它就是深渊魔翼。升了级之后，增加了主动性、速度、攻防还有生命值。可以说这个兵种的出现极大的挽救了地狱的后期决战，而且它还长得非常的帅，给人一种火爹的可靠感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它还多了50%的魔抗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屠杀之刃的技能，攻击的时候造成相当于目标数量乘2的额外伤害。好比如对面有1000个农民，深渊魔翼上去砍一刀就直接附加2000点伤害，关键是人家长得还是很帅的。总而言之，它和火爹一样，你可以笑话地狱是窝囊废，但是你绝对不能笑话深渊魔翼不中用。3代里面地狱城的6级兵和7级兵比较厉害，1到5级兵比较废。到了5代，他们的4、5、6级兵普遍还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们的7级兵大恶魔可是掉了大分了。我这辈子也忘不了，我第一次用5代恶魔的时候，兴冲冲的冲向敌阵砍了一刀，发现他居然会反击。你以为不受反击是恶魔的基操，但实际上只有3代的才会。如果说5代的鬼龙战斗力不行，好歹还便宜，这个就是不仅战斗力欠缺，而且卖的还很贵。没有升级之前，除了会传送之外，就是一个白板，并且看上去非常肉，但是生命值只有166点。有这个重置来当大哥，怎么能搞好地狱呢？它的第一种升级是大魔鬼，它除了传送之外，生命值也是199点。你200点不好吗？看得我强迫症都犯了。它的生命值还真的不是和强迫症玩家过不去。其实你单看恶魔的属性还有卖的价格，它都有一种浓浓的宗教色彩。它的技能是召唤深渊领主。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觉得还真不错啊，你还可以养深渊领主。后来发现真的是我想多了，人家战后不保留。召唤的深渊领主在召唤出来之后就会陷入长久的待机。如果你要是召唤深渊魔翼的话，你再差我也能考虑释放。这个技能就属于理论上很强，但实际用起来的话非常别扭。它的第二种升级是大恶魔。英雄无敌里面魔鬼和恶魔是不分家的，它本质上是一种玩意儿。升了级之后终于是肉了一点，但是主动性又降了一点，只有10点。这个心灵传送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，大家用一下就知道。这个技能就像那个何不食肉糜一样，你都能够到它了，你把它传过来干什么？你直接砍它一刀不好吗？属于那种理论上不强，实际用起来也不强的技能。5代的这2个大恶魔的升级形态，如果你不用技能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属性高点的白板。关键是这个白板还很脆。正所谓年少不知3代恶魔好，长大方知真魔王。3代的恶魔表示觉得我不好用是吧？你们玩玩5代去。最后也是地狱城的企业文化英雄。5代的这些地狱英雄和3代不能说是同病相怜吧，也只能说是穿一条裤子。在5代里面，这种现象可谓更加普遍。很多地狱的英雄往往看上去很高大上，但实际用起来它完全不是这个情况。就比如这位特长门禁斗士的奈莫斯，开局是初级传送加初级幸运，然后初级幸运里面还学了一个抗魔大法。尽管他理论上特长的是地狱的种族天赋，应该比较强，但是你实际用起来的话，它是各种的不舒服。一个英雄如果让玩家感觉到不舒服，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强力英雄。这位特长魅魔的耶泽贝斯我还是比较喜欢。我在玩地狱的时候极度的依赖魅魔去开荒，而他开局还带着，这样的话开荒能力比一般的英雄要厉害点。除了初级传送学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初级巫术带着洞察魔力。5代的兵种特和3代一样，如果它特长的兵种非常的厉害，它再差也差不到哪去。这个是号称猛攻者的格洛克，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后勤特。第一次看见他的肖像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个深渊领主特呢。他的特长一开始就可以提升 5% 的移动点数，每升1级再提升 1%， 并且传送的魔法值消耗减半。尽管它的移动步数很高，但是你带着地狱的兵满世界溜达的话，你会发现打哪个都很费劲。所以说要论开荒，还得是下面这位。虽然不是同一个时间，不是同一个人物，但是是同一个地点。3代的地狱似乎和5代达成了某种不可名状的默契，无论时代怎么变，地狱还得拿炮姐开荒。不管是3代还是5代，炮姐真的是地狱城里面永远的神。我们很难想象到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地狱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有句话说得好，地狱在后期非常厉害，但是他有能力让自己到达不了后期。他的特长是英雄控制的投石车增加火球技能，每5个等级提升技能威力1点。其实不光是投石车，人家的炮车也能享受。这样的话，地狱在开荒的时候终于不用傻呵呵的派部队往前冲了，可以说是攻守之势异也。这位是堪称鹦鹉索格林的马巴斯，他的特长是增加魔抗，而且还带着初级防御。这就相当于在一堆小脆皮里面诞生了一个铁王八，理论上应该是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地狱绕不过去的坎儿就是开荒。前期首发马巴斯的话，你活不活得到后期都是问题。但是如果后期买的话，它还需要等级成长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英雄是个好英雄，但是呢不适合地狱。但是地狱表示是个好英雄就行，不管他适不适合。5代的这些英雄在质量方面还是要比3代要强一些的，最起码他们都是有成长的，不像3代从买出来到结束，无论升到多少级都是个弯囊废。这位是鹦鹉犬王格劳尔，开局初级传送加高级破坏，特长的还是地狱猎犬。5代里面1、2、3级兵特都是一样的，他带的兵都是自己特长的兵种。尽管地狱犬你得升了级之后开荒才方便一点，但是最起码开局全是地狱猎犬，比带一群魔童和角魔要厉害不少。这里我就好奇啊，如果5代地狱有个角魔特的话，大家会怎么评价他呢？这位阿莱斯特一看长相我就不大有使用的欲望。这位也是5代版的艾斯雀尔，特长的也是迷惑心智。不过在5代几乎所有魔法都获得了加强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迷惑心智也比3代的厉害。这个英雄我是基本没有用过，如果他真的很厉害的话，我也没有觉得吃亏。最后一个是内比罗斯，这也是英雄无敌5代里面难得的特长和英雄等级不挂钩的英雄，开局也是传送加进攻。他的特长名字叫做混乱抉择，就是提升所有军队1点运气，同时敌方英雄在战斗中无法使用战术模式。如果打 PVP 的话还是有用的，但是如果打人机的话，就像3代里面对着人释放伪装大法一样。这就是地狱城，大家投个票，觉得3代厉害还是5代厉害呢？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朋友们。